为继承系因被继承人死亡而开始，继承人自继承开始时，即承受被继承人财产上的一切权利义务。上诉人呢，也就是这个越南籍的配偶，因被继承人死亡而取得之继承权，得否因为应继财产中有土地即悉被剥夺，已非无疑。这个是最高法院的见解。到这边可以知道说，最高法院认为说，这个越南籍的配偶，本件原告因为继承人死亡而取得的这个继承权，是否可以因为他所应该要继承的财产中有土地，你就剥夺了他的继承权？这个恐怕是有问题的。又按因继承人有数人的时候，在分割遗产前，各继承人对于遗产全部为共同共有，这是民法第151条明文规定的。且请求分割共有物之数，应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条命为适当之分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张之拘束。所以审判上共有物分割的方法，应该由法院斟酌当事人的声明、共有物之性质、经济效用及全体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决定之。所以最高法院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遗产呢，在分割之前为共同共有，但是你法院呢，可以依照民法第824条的规定来适当的分配以后，这个是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张的拘束的。你可以斟酌当事人的声明、共有物的性质、经济效用及全体共有人的利益，来公平的来加以分割共有物。最高法院继续指出，原审你既然认定本件原告为被继承人之配偶，他是属于越南国籍，与被告同为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依照上开说明，则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就是指原告越南籍的这个配偶，他主张他是越南国人，尚未取得我国国籍，就系争土地无法办理不动产继承登记。虽然如此，你还是不能够剥夺他的继承权，你可以采变价分配的这个方式来实现这个越南籍配偶本于继承权的这个请求。所以最高法院指摘原审是这个部分是否全然无据，即非无在于探求之余地。原审没有推阐剖析这个部分，图以上诉人无法继承取得我国土地之权利为由，而为不利上诉人之论断，亦有可议。上述论旨只以指摘原判决不当，求予废弃，非无理由。所以到这边最高法院的意思就是说，依照土地法第18条的规定，越南的法律是禁止我国人民在越南取得或设定土地的权利的。所以依照土地法第18条本于平等互惠的原则，那越南人在我国也不能够取得或设定土地。但是这一件，他是因为继承，他是因为配偶，所以取得继承权。那这个时候继承的遗产里面，它有不动产的部分，这个时候原审可以采变价分配来实现他继承权的这个请求啊。所以这个不能够单以越南国籍人在我国不能够取得土地来作为理由，而为这个不利这个越南国籍配偶
请求继承上的这个权利的这个论断啊。这个是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个他的这个权利，在我国这个被继承人这个他继承的这个准据法是依照不动产所在地法的这个时候，跟这个继承的准据法有冲突的时候，应该要如何解决的一个实务案例。再来，就继承的准据法的这个适用范围，它还包括继承财产的管理与清算。这个继承财产的管理与清算呢，我国是采统一主义，也就是刚刚我们跟各位提到旧法第22条本文以及新法第58条本文的规定，这个我们学说上称为统一主义，并不区分动产或不动产，它都一体适用被继承人的本国法。那继承的财产的管理与清算呢，这个在理论上也是属于继承问题的一环，涉及继承人的搜索于一定期间以后权利的丧失等问题，应属于继承人以及继承财产的确定问题，属于继承准据法的适用范围，应该要依照被继承人的本国法来包括性的处理。这个刚刚所讲的是大陆法系国家，包括我国所采取的制度，这个跟英美法来做对照的话，英美法系国家所采取的制度，它并不采取统一主义。这个英美法的制度呢，就继承财产的管理与清算，他们着眼于本国的遗产债权人和遗产债务人之间的关系，这个才是继承财产的管理与清算行为的主要法律价值与机能。所以英美法上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继承财产的管理与清算多半是适用属地主义原则，也就是财产管理地法或财产所在地法，与大陆法系国家所采应属继承准据法的适用范围的立场有别。这个是这个做一下比较法的这个对照。以上我们是针对旧法第22条本文以及新法第58条本文的这个规定，它的适用范围包括哪一些问题来做理论上面的说明。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说明的是旧法第22条但书，新法58条但书的这个规定。但依中华民国法律，中华民国国民应为继承人者，得就其在中华民国之遗产继承之。这个但书的规定呢，在比较法上面，世界各国多半没有这个但书的这种条文的规定。这个条文的规定呢，可以说是我国继承法的特色所独有的，而且这一次这个新法修正，这个但书的规定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并没有删除。那为什么呢？这个1953年的立法意旨在于保护内国的公益。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指已经规划外国，这主要是针对规划英美的这个华侨，他的我国籍亲属仍然留在国内，为了防止华侨死亡，
不采本国法主义且容许遗嘱人自由处分财产的英美法系国家的继承法律与我国发生冲突，所以特设本法旧法第22条但书、第58条但书的规定，来保护我国国民。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单元的这个案例，刚好就是这个1953年立法理由里面所讲的情形。规划英美法系国家的我国的华侨，就如同我们这个单元本件诉讼的被继承人，他在美国加州圣马刁县死亡。那英美法系主义国家，它的继承法，被继承人是可以立下遗嘱自由处分财产的，就如同本件的案例，他只给他的子女每个人1块美金，其他的1毛钱他都不留，全部都捐给了佛教团体，只有从这个退休账户呢支付大学的这个学费。这个跟我国民法上面特留份的这个规定是相冲突的。所以这个1953年的这个但书的立法，就是要保障这一种我国籍的亲属人留在国内，为了防止这个华侨在国外死亡，把遗产全部都处分掉，好捐给佛教团体，然后呢子女1毛钱都不留的这种情况之下，所以这个但书特设这个规定说，中华民国国民应为继承人者，可以就在中华民国之遗产继承。所以这个案例还留在我国国内的这个继承人女儿，本件的被告 Y 可以就我国国内的不动产来加以继承。这个但书的规定呢的这个说明，用我们本件的这个诉讼的这个事实的部分来对照这个但书的立法意旨的说明呢，我想这个就非常清楚。所以在我国的学说认为说，此项但书的规定有认为它是本文的例外规定，解释上必须限说，在其适用以被继承人的本国法，我国国民不得为继承人，而依照我国法应为继承人的情形为限，而我国法律的适用，因其为遗产所在地之故。此说进一步主张，此项规定应不再统一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之本国法，可谓兼采继承人分割主义。但是所谓继承人分割主义，是指因为遗产所在地不一样而适用不同的法律，其中关于不动产的继承多依财产所在地法，而动产则因为动产附着于人骨或动产随人的这个原则，应该要依照被继承人的住所地法。所以这个但书的规定呢，我想并不是所谓的分割主义啊。但书的规定，它只是以位于台湾的遗产为适用的对象，它并非区别动产不动产而适用不同法律的规定，并非分割主义的规定。关于这个继承，它的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旧法、新法，它的规定的适用范围，以及但书的规定，它的解释与适用，以及立法的意旨，说明到这个部分结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有问题或者是有任何的意见，欢迎各位可以上留言板来留言。谢谢各位。